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古诗赏析时间。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世界，感受他笔下那份等待友人的深情与山间夜晚的清幽。这次的主角是他的名作《宿夜诗·山房待丁大不至》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一起品味这首诗中的故事吧。宿夜诗山房待丁大不至原文如下：夕阳渡西岭，群鹤书已鸣。松月生夜凉，风泉满倾听。樵人归欲尽，烟袅期初定。之子期宿来，故秦后罗镜。诗的一开头，孟浩然便用夕阳渡西岭，群鹤书已鸣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山中黄昏的场景。夕阳慢慢的越过了西边的山岭，千山万壑一下子笼罩在暮色之中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。接着，松月生夜凉，风泉满倾听。诗人敏锐地捕捉到夜晚的凉意与自然的声音，月光洒在松林间，晚风与泉水的声音交织成一首自然的交响曲。这几句诗不仅展现了山间的清幽景色，也流露出诗人闲适的心境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诗人继续描绘夜晚的静谧。樵人归欲尽，烟袅期初定。砍柴的人已经快要全部归来，炊烟缭绕中，鸟也刚刚栖息停下。这一幅静谧的画面，仿佛让我们看到山林中一天的喧嚣渐渐平息，只剩下夜晚的宁静笼罩山谷。然而，在如此宁静美好的场景中，诗人的内心却并非完全平静。之子期宿来，故秦后罗镜，这一句点明了整首诗的主题。孟浩然原本与好友丁大相约一同夜宿，但丁大却迟迟未至。诗人怀抱一把琴，独自在藤萝遍布的小径上等待。这种等待中透出一丝孤寂，却也充满对友人的深切期盼。这首诗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山间夜晚，也感受到了诗人细腻而深沉的情感。特别是孤琴这一意象，既展现了诗人的孤独，也象征了他对知音的渴望。琴声需要知音，正如这山间夜晚的美景，也需要有人一同分享。全诗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腻描绘，成功营造出一种清新幽静的氛围，同时将诗人等待友人的情感融入景色之中，使得人景合一，情景交融。这不仅是一首描写自然的诗，更是一首描写友情的诗，充满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。孟浩然的诗总是那么清新自然，而这首宿夜诗山房待丁大不至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它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山间夜晚的宁静美好，还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的朋友与共度的时光。今天的赏析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古诗分享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订阅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心目中最有共鸣的古诗是哪一首？我们下次再见，继续一起探索诗词的世界。